川普這一回認輸止損，要撤離中東，大家在看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其實我們都沒有討論到的重要原因，也是原本美國沒有料到的重要原因。伊朗它擁有這個軍事宗教的一個複合體，這樣子的一個體系，其實牢牢的掌控了整個國家的經濟跟政治。這怎麼一回事？等一下我們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解讀。也就是因此呢，革命衛隊他不捨得背叛自己的神權哦。那麼另外，如果美軍真的要去拿下伊朗的話，現在來自專家的預估要160萬美軍才有勝算。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討論。好，川普以為呢這場戰爭他可以4天之內結束，結果打到現在，我們看到呢伊朗的政權至今屹立不搖，而且現在看起來民族的團結心是比過去還要更強了。美國來自於《華爾街日報》最新的分析，他說伊朗今天之所以打不倒，就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軍事宗教複合體。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他將他的軍隊，還有將他的經濟跟他的政權是牢牢的全部綁在一起的，變成牢不可破。首先我們先来看到伊朗它的這個政權的一個主要的結構，它在最上層的是最高領袖一手掌握的，那最高領袖現在就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他牢牢的掌握了伊朗的軍隊、伊朗的司法系統，還有國家的媒體、國家的安全委員會跟確定國家的利益委員會等等，掌握了這麼多的這個事項。但是它下面其實主要分成它的軍隊，總共是2支，一個就是所謂的正規軍，是伊斯蘭共和國軍隊，負責就是保衛國土。那另外一支呢，就是我們談的非常多的最強硬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了，它就是直屬在最高領袖的，負責保護最高領袖，也維護整個國家在國內上面政治的穩定性。伊斯蘭革命衛隊目前根據統計，大約是成員是12.5萬名人員，在經濟中扮演主要的一個角色，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國家很重要的各種的經濟命脈，當然包括了石油、天然氣到建築、電信等等主要基礎設施，都是由他們所掌握的。那另外一方面，他們還享有各種的福利，這當中包括他們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優渥的，他們還享有大學優先跟低利貸款等等。因此現在被解讀，也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捨得背叛主要的神權。那會不會美國完全一開始都沒有料到有這樣子的一個事情，是川普今天認輸的原因嗎？什麼原因讓革命衛隊捨不得背叛政權？那岳老師又怎麼看？我這個題目跟我的專業哲學是息息相關的啊，因為美國本身長期來講相信美式民主的力量，對於這種革命衛隊所引導下的神權組織，這個哈梅尼耶啊，用是這種宗教的理由啊，女人啊，或者就是蒙面啊什麼的吧，就覺得完全違背了民主的價值。但是他們忽略一個宗教對於一個國家中的人民的影響力之大。我記得1979年的時候，那個科梅尼從巴黎回來的時候，伊朗要求這一場宗教革命所發生的現象投票的時候，科梅尼是以98%選上的，把這個巴勒維國王趕走。那現在川普根本沒搞清楚這個裡面的細節，這98%的人，這當中的話呢，就是他會認為說巴勒維的兒子在美國已經是摩拳擦掌，準備回來當國王，你真的是做夢。政權更迭根本都沒有用。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的話呢，就是首先第一個哈，請大家要了解。從某種角度來講哈，一下把哈梅內伊幹掉以後，穆吉塔巴上來以後啊，這個哈梅內伊很多人是不能接受，但我相信他是一種以殉道者的身份，就是在面對自己要面對的死亡。你把他幹掉以後呢，他已經交代下去，就是什麼呢？就是在整個作戰的策略叫去中心化。所以大家看得出來真實承諾，從這個打到現在88的時候，每一個各地出來，美國炸都不知道炸哪裡，就到底誰是指揮中枢，要殺也不知道殺誰。所以川普有時候在講說，就已經沒有人可以殺了，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杀，幾乎人人都是啊。這個是革命衛隊裡面的去中心化。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整個伊朗人當中的話呢，原來我不能夠排除，因為伊朗人原來是民間是非常非常支持美國的，有非常多的人。但是呢，他們一開始覺得說，當這個川普攻打伊朗之後，他們本來高興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在外面慶祝說，哇，不曉得怎麼樣，炸彈都來了，而且以色列的攻擊他們的石油設施，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有一天就是下的黑雨啊。
這個夏克夷，你知道伊朗到目前為止，從2月28號到現在死3000多人，400多萬人流離失所，那這個不得了啊！这個所有人，就伊朗現在已經找不到溫和派了。那另外最重要的話呢，就是名氣可用啊，就是伊朗現在只有一個立場，你這個美國這個做法，逼着伊朗現在只有做這樣的拼到底，否則就是亡國，什麼政權更迭。啊，美國，然後呢，這個原來我在這邊跟大家強調一下，原來川普腦袋很簡單，就是說已經搞了委內瑞拉的石油了，那現在再把伊朗石油搞到手裡的話，那這樣的中國就沒油了。他的想法就是這麼簡單。當然，你現在聽起來，今天講話可以比較不用負責任的，但是川普就這麼笨啊！我在愚人節說他真的就這麼笨，他本來就是講，因為他到了3天前還在講說，我其實真的要打伊朗是為了他的油，他自己說的，不是我說的。但是怎麼可能呢？伊朗現在整個都跟你拼了，老子都不活了，跟你拼到底了。所以現在出現這種情況下，美國發覺哇不得了。那這個，因為我剛剛前面講過，美國也走不開啊，以色列不會讓他走開啊。那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美國真的是要，我相信這場戰爭是妥。剛剛講到油價的話呢，是一定會破200，是一定破200。好，那同樣的問題，破200就完了，我們就還得了？這個民生物價、通膨等等，同樣的問題也請教幹哥。好，那個其實老實講一句，我說那伊朗為什麼它是一個，也就是說可能就美國自己他們做調查說啊，他們人民只有20%支持他，但問題是不是這樣子啊？為什麼？因為伊朗它絕對不是說你所看到用宗教在掌控這麼簡單而已，它其實是一個複合體啊。而且大家要就是注意到，就是說伊朗其實你就算是你今天他的領導人被狙殺了，可是他並沒有發生革命，為什麼？因為其實老實講一句，40多年來他們的精英大部分能夠念大學的這些精英，老實講一句，他們都可能會屬於什麼？屬於巴斯捷的民兵集團，也就是說，他是有經濟誘因拉住他們的，並不是說我們是為了偉大的這個什葉派的理想，它其實跟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加入了他們的巴斯捷民兵，這個民兵組織有多達70萬人，那我們所知道的革命衛隊只有12萬5千人，不管革命衛隊或者是巴斯捷民兵，你如果人在裡面成為正式成員的話，你可以得到什麼？你可以得到固定的職位，跟比一般企業高2倍的薪水。那我想請問一下，如果你是精英的話，你為什麼不選擇待在裡面？所以你根本捨不得，你也不能讓這個政權倒，因為倒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人，還有你的家人，這就是最重要的。他們講了一個小故事就是美國的研究員智庫，他們說，然後他認識一個伊朗青年年紀不大，你知道嗎？他是巴斯捷民兵中的一員，但是他不曉得，等到他從敘利亞回來，他才知道他是巴斯捷民兵。為什麼？因為他在這個加入民兵組織之後，他可以貸款，他一貸款，他就買了2棟房子在德黑蘭北部，然後呢，他就突然人不見了，後來回來才知道說，我跑去敘利亞了，幹嘛？幫敘利亞組裝飛彈，幫也門組裝飛彈。現在是戰事結束，我回來了，然後我就回來開始收租，你知道，就開始收他那買了2棟房子的租，然後收租去還貸款這樣子。然後呢，然後過了幾天，抗議示威遊行分子不是上街嗎？對，那個頭巾革命上來抗議嗎？結果他的這個鄰居朋友就拿一根棍子上街去揍那些反政府的人。他說：“我真的看到一個真正的就是一個，你也可以說他是一個精英，但是他完全是什麼？他的生活、他的未來以及他的經濟，他完全都跟這個國家、這個組織綁在一起。所以說，他不可能會去推翻自己的政府。也就是說，他的生活、他的這些經濟來源都是靠着政府。那所以说，加入巴斯捷民兵之後，他可以選擇他的小孩。”可以優先上大學，他也可以得到貸款，一般人民是得不到的。所以你就曉得，從這樣的這個他的敘述看下去的話，伊朗怎麼會那麼容易的這個政權會被你推翻呢？所以，然後最近他們還得到那個什麼油氣田的合約，500億美金油氣田的合約，這個500億這個油田的工作合約是由革命衛隊來指派的。那我今天就很簡單了，
因為這個遊戲田的工作的話，是人人想要去的，就是說只要你上過大學，你都想要去。所以像這樣子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想要去的話，那你必須就要加入這個組織。這個就是為什麼伊朗它能夠長期存在它的政權，而不容易被輕易推翻的原因。好，所以川普恐怕在一開始進攻之前，難道是沒有做好評估嗎？沒有料到現在神權其實是跟一個國家，包括個人的利益跟自己的經濟是有非常高度相關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人民不容易倒戈的重要原因。那另外一個川普還沒有料到的另外一個原因，還是不是跟伊朗他打不倒，是不是跟他的土地、跟他的非常多的人口數有關係呢？現在專家也做了另外一個解讀。我們先來看到剛剛提到的人口，伊朗的人口9000萬人，那是中東第2，全球第17，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可以有非常多的一個軍隊跟生產力。土地面積是164万平方公里，我們就拿現在同樣在打仗的烏克蘭做相比，那伊朗是它的將近3倍。再來，伊朗它的地形非常的複雜，有高山，有沙漠，可以說是易守難攻。所以美國，如果你真的今天專家的說法想要進攻打進去伊朗的話，你得派出160萬大軍上陣，這恐怕會付出美國史上最大的代價。那川普有可能真的，如果他要做的話，打敗伊朗吗？那委員又怎麼看？川普不可能打敗伊朗的。他如果可以，或者是有这麼一點點的希望打敗伊朗，他現在就不用演這出戲，這個夾着尾巴落跑的戲碼了哦。那麼川普，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他自大過頭了。我覺得他一個人活在他的宇宙裡頭啊，他覺得他是天下無敵的，所以呢，他覺得他要貫徹他的任何的目標都可以輕易做到。那最後沒有想到，在伊朗的這個地方，他真的貼到了鐵板哦。就像剛才這個苑老師提到的嘛，我覺得美國最大的一個錯誤哦，他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當時去配合以色列斬首。就是各位仔細想一下，就在以色列跟美國斬首哈米尼之前，伊朗內部有沒有反政府的力量？有，所以才會有這些相關的抗議、遊行、暴動。那些也許是這個 CIA 或者是摩薩德長期的線民或者是細胞策動的，但是不可否認，一定有不滿這個當今政府的一些這個年輕的勢力哦、年輕人哦，或者是其他的力量存在。但是問題是，當你把它斬首完之後，那不一樣了哦。剛才老師講的沒有錯，他就是個殉道者啊，他是烈士哎，而且你不是斬一個人的，你一口氣斬了40幾個人，所以斬到最後，好奇的問題就來了。你斬完他之後呢，川普跟以色列就呼籲說，大家起來反政府吧。那問題是他們要抗議誰嘞？就他們原本可能要抗議的人都死了，都因為伊朗所以被以色列跟美國獵殺了耶。所以原本討厭可能對哈米尼有不滿的人，現在恐怕都反過來了，因為把他視為烈士了嘛。所以我覺得美國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就是當時去搞了個什麼斬首。所以斩首斬完之後，川普自己不是說嗎？斬完之後他都找不到誰來談判了，因為你一口氣斬了40幾個，沒什麼人可以談判了。唯一想要談判的另外一個人又被斬了哦。所以其實我覺得當時川普從頭到尾就是一招錯，這個步步錯了。然後呢，你又沒有評估到說伊朗他自己的這個土地的面積哦，土地面積這麼大，土地地形這麼複雜，你以為它是伊拉克嗎？一馬平川，10天就讓你掃平了？沒有啊，它的地形實在太複雜了。美國的部隊要進去，絕對不是像打伊拉克這麼簡單的事情。然後你再來，他又沒有想到說伊朗的地下飛彈城這麼厲害。其實地下飛彈城，我想全球現在最有名的是中國大陸，他們叫做地底長城啊。當時美國國務院曾經出了一個這個中國大陸的國力分析報告的時候，那個裡頭就提到說，中國大陸最具有威脅力的就是地下長城了。它的飛彈可以從這個城市透過地下的火車快速的運到另外一邊去，可以從東部到西部哦，通通不用上到地面上，完全在地下行動的。所以我看，显然伊朗大概也是有樣學樣，伊朗的地下城蓋的也相當堅固啊。你說美國去年如果沒打那個12日戰爭，也許它的地下城還沒這麼堅固。打過了12日戰爭，你只要是伊朗的指揮官，你難道不會挖深一點嗎？你一定挖深一點的啊。所以這都要拜美國之賜啊。你打了他一次，他第二次他就知道了，說哎呦，我要挖深一點，要更堅固一點。然後更重要一點來了，伊朗現在呢，他自己的那個人民的，我們叫做 resilience 啊，就是翻成中文應該叫做韌性啊，就是打仗比的是什麼？比的是決心，比的是韌性啊。伊朗的人民現在就是要拼個你死我活，美國人民拼得起嗎？所以在這個三方戰爭裡頭，現在是伊朗跟以色列要拼你死我活，他的民眾的那種戰鬥意志很高昂。可是川普沒有啊，
你們的美國大兵消耗不起幾個啊，犧牲不了幾個的，所以在比韌性你也比不過。然後最後我們今天節目講的剛剛開始思明給大家看到說伊朗準備要攻擊美國的企業，大家去看看那些企業，那些企業只要被攻擊，美國股市就大跌了。因為那些企業都是 AI 企業，都是重要的軍工企業，都是重要的金融的企業啊，它只要攻擊下去，那麼美國現在的股市榮景都是靠 AI 產業帶動的，你就等着美國的這個納斯達克和這個道瓊的指數下跌了，這些都是川普經不起的。所以我相信川普自己大概現在也認知到他現在所陷入的困境了，唯一的辦法真的就是玩國王新衣的遊戲啊，就是自己宣告自己打贏了，然後凱旋班師回朝，然後最好再舉辦一場盛大的白宮慶祝大會，放假10天。對，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